他比我小2岁，我们俩相恋1年多了，他到现在大学还没有毕业，他做事情特别冲动，总是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他总觉得我不够成熟，在我看来，他才是真正的无理取闹。他太幼稚了，从来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觉得我给他都最好的，他就不知道满足。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，我来这就是要跟他分手。这个男人到底幼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，让他身边爱他的女人说：“你走吧。”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婷22岁，来自西安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杰24岁，来自新疆，是一名医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谈恋爱多长时间了？1年多了已经。大夫啊？麻醉师。哦，麻醉师啊。哎呦，这厉害了。学生学什么的？对，学财务管理。啊，你要分开是吧？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做事特别幼稚，而且他做事情从来不会去考虑我的感受。他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嘛，也没有找工作的迹象。然后特别不求上进，我妈现在也不太同意我们俩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。嗨，再等等呗，姐弟恋。我不考虑你的感受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去年1月份的时候，他刚进单位，和领导同事在一起吃饭，那天喝醉了。让我去接他，后来我俩回去的时候，他手机响了一下，我看了他手机上发来一条微信，是他领导给他发的，上面写着刚才聚会的时候我不是有意的，对不起。我当时听着觉得就有事儿嘛，后来就找他到底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我都当时后面我给你解释过了，我说就是因为大家喝酒嘛，喝挺开心的，然后这主任就把我搂了一下，后面那个主任可能看我也不太开心，所以后面才发微信啊，然后跟我说不好意思怎么的，毕竟人家也道过歉，他第2天直接跑到我们单位去找我们主任去闹事儿去了。我闹事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不要说是为了我。后来我1个礼拜课我都没有上，我去找他，就他在单位门口，我就害怕他被别的男人骚扰。你是在单位门口蹲点还是？他就在单位门口，吃喝都在门口，就不走了。不是，是在你们麻醉科科室的门口吃喝，还是在医院门口吃？麻醉科门口。我当时就坐在那平常病人的座位上啊，我当时就在那看着他，我害怕他被别的男人骚扰。他就跟他说我害怕叫保安把我赶走啊。你叫保安干嘛呀？我让他走。人家一普通病患坐那儿看个病，你轰人家干嘛？他不只是就像普通病，他要像普通病患那就好了。他在门口待着，然后首先他让我删领导的微信啊，删了微信之后，我下班了以后，他不让我跟同事走，不让我跟同事去吃饭，然后他还比如说有男的跟我说话呀或者什么的，他就瞪人家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我觉得他这种做法简直太幼稚了。有说有笑的啊。那同事我跟他哭吗？我跟他哭着说话吗？我不得笑着说。你就在那儿看着，那就不是正常关系啊。那1周以后呢？怎么又回去的呢？我没办法，我就让保安把他拉走了，因为他在门口待着，我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。他的特别多心，他总说我多心。每一次我约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在忙。你说1次2次咱也就算了，你说天天如此。哎，通过1个礼拜的蹲点，你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吗，兄弟？就平时他的一些同事啊，去像比如说跟他在一块，俩人有说有笑的，然后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然后都会跟男同事在一起。我就在旁边在看着，我就感觉特别委屈。你委屈什么呀？我都在这帮坐着，你现在给我这样的，他就当我跟没事人一样。我就跟同事普通同事说个话都不行了嘛，他就形容特别夸张，特别多心啊，就是因为他多心，而且他还特别喜欢玩小孩子的把戏，他装病骗我出来。上次有一次我在上班，那阵课里特别忙，然后他给我发微信说他发高烧了，特别难受，我就赶紧请假去看他了嘛。结果一回家，他穿着整整齐齐在家里面坐着，说要带我出去玩，然后我摸他头就没有发烧，好好的装病。我那都不是为了多点时间咱俩能在一起吗？你可拉倒吧！你每次都这样，我工不工作了？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，我还有我的工作。我做那么多的变法为你好呀。就去看电影呀，或者去干嘛的。结果后面生病就约你看电影，实际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那段时间不是比较忙嘛，就没时间陪他。结果后面有一次他更过分，直接订了4个小时之后去南京的机票，他都没有提前跟我说。我当时就为了给他个惊喜我当时就去他家，就跟他说：“宝贝，我们4个小时以后，然后就去南京。”对他说的。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？然后他当时直接把我手一甩，说你有病吧？我觉得他做事情特别不考虑我，他应该提前问一下我，对不对？我工作不是那种就说走就走，我走了，你说人家病人手术不做了吗？病人病不治了是不是？
你要提前给我说，现在买上机票，结果我去不了，然后我让他一个人去了，你说另外一张是不是就浪费了啊？我就觉得特别可笑。你现在后来你自己去了吗？后来我自己去了，玩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挺好的，对你在乎你啊，又想给你惊喜，多好。我每次说他在乎他，他都会说啊，他说你拉倒吧呀，你就爱玩，你怎么样？对啊，他就特别爱玩，他平时就出去吃吃喝喝的，然后每次跟我朋友一块出去吃饭，他都要抢着掏钱。你说他现在还没有工作，大学也还没有毕业。我不有兼职了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那个兼职只是暂时的，不过至少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已，就稳定一点，你说对不对？毕竟你已经快毕业了，他到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要找工作的意思。哦。我之前有一个机会去外地工作，但是他当时说了他不支持异地，所以我当时就把他放弃了。还有一次之前是家里人有提过出国的事，就因为他我也放弃了。哦，你知道他说他要出国，他也不去上什么雅思，然后根本就不去上课。他之前说他要考研嘛，然后后面又说不考了，说是为了我。你连书都不看，你就算没有我，你觉得你能考得上吗？因为当时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我想多点时间去陪你。当时已经放弃了，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了，真的。所以他要分手，你不想分是吧？付出那么多是吧？特别委屈是吧？是啊，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，真的。他每次出去跟我朋友出去吃饭，他就跟我朋友说那样的，就动不动就在那哭诉说啊，你看我对他这么好啊，他总是不领情，怎么。所以我朋友都在那劝我，我来这也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跟我朋友说，我跟他分手并不是因为我把他怎么样了，只是因为他有些思想、有些做法特别幼稚，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希望他变得成熟一点。你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想跟我分手吗？每次遇到工作的事情，我俩都吵架。上次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看电影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他，然后我就说你最近工作找的怎么样？然后他就直接电影院那么多人，他就跟我在那又吼又叫，就跟发疯了一样。后来我给他道过歉，我还给他买了一大束玫瑰花和一条水晶项链啊。我当时给他赔礼道歉了，他一直拿那事跟我说事儿。他每次我们俩一吵完架，他就买什么花呀、巧克力啊、什么礼物过来哄我。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哄小女孩。我现在这个年龄段，我觉得已经要就是考虑到结婚这个年龄了。我也想跟你考虑结婚呀，你呢？你现在跟我闹分手，怎么结婚呀？那是你每天太多心，而且你做法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忍受了。他做什么你无法忍受？之前有一次，然后就是我在吃饭嘛，然后跟我朋友在一起吃饭，他就非要来，然后他来了以后，他就说什么好久没见我，又怎么，就那种特别阴阳怪气。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呀？这我朋友你在一块说，你说这些干嘛？你说些开心的嘛。然后他就不愿意，就跟我在那吵，然后结果吃饭时候又吵起来了，然后吵着，然后又说到工作的问题。你看他平时都陪他朋友吃饭，都不陪我。不是不陪你，我需要正常的交际，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。分了吧，舍不得。那你跟他说说你的工作规划，说吗？我们俩没有未来，我妈现在也不同意。我说就不是你妈不同意的问题，就他之前上次他竟然背着我去相亲啊？没有，那只是为了稳住我妈，吃个饭走个过场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那天我给他打电话叫他下午吃饭，他跟我说他陪闺蜜去了，然后我当时想那我自己一个人去吃吧。后来然后我路过一家餐厅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跟那男的，因为我家两家离得比较近，我就看到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吃饭，我当时就觉得情况就不对，然后我当时就冲进去，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冲进去了？他这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啊？你说他做法是特别幼稚，他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。哎，那你也不至于背着我去相亲吧？而你相亲你就给我实话实说嘛。我觉得这不算相亲，我只是走个过场，我没想跟他怎么样。如果是你之前，如果你好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也好跟我妈说，我不在乎别的，我只不过不希望你骗我。哎，他不是还没毕业，他怎么找工作呀？他现在可以提前开始投简历啊，去面试啊。你们俩认识的时候，他不是也在学校里吗？对啊，我说是最近，这是最近的事儿。就是反正你肯定是不跟他过了。对，因为他简直现在变得特别无法忍受。他自从知道我妈就是不让我跟他在一块儿了以后，他每天变得特别颓废。我变那样都为了谁？还不都因为你啊？你不要说为了我行不行啊？他们变得就是跟之前就完全不是一个人。那你母亲怎么知道他这些种种劣迹的呢？谁告诉他的呢？主要我妈觉得他年龄太小了，而且还没有工作，不太实际，就觉得不成熟是吧？对啊，你见过他的母亲吗？我见过。啊，怎么样？对你印象？你自己感觉？我第一次的话就是还可以吧，但后来的话就是
反正我看了心里不太舒服啊。你父母见过他吗？我父母也见过。对他印象好吗？还可以啊。工作的事儿有什么打算吗？工作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了啊，我所以暂时没有抱任何打算。没打算。但是吧，因为我平时还在忙兼职的事情啊。兼职做什么呀？兼职的话，平面模特，然后还有一些开淘宝店什么的。哦，也没闲着是吧？对，也没有闲着啊。要不然我平时我一个学生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去请他同事吃饭啊？买那么多礼物呀？他每次就会买礼物，每次就会买礼物。我要的不是这些，我只是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给自己未来有个规划。然后就是我们以后你能有一个那种清晰的打算，有条路能让我们走。你现在完全让我看不到。你现在无非就嫌我没有工作嘛，想跟我分手嘛，嫌我没有钱嘛。我不是嫌你们，他特别肤浅，你知道吧？他每次说什么都说到钱的问题。其实工作他也挣不了多少钱，我只希望他有个稳定一点。他这样特别不稳定，而且完全没有让我有种安全感。就你觉得不踏实，跟他对不踏实，没有安全感。能踏实吗？为了他，我愿意踏实。要不为他，你踏实吗？会。还小呢，22岁，确实也没成熟。没有他，我总觉得他做事情就是那种越来越无可救药那种，就是太夸张了。像就是去年过6·1儿童节的时候，我跟他儿童节啊，对，你说他不仅就是他只要是节他都要过，每个月一次情人节他也要过，6·1儿童节也要过。哦，他6·1你们怎么过呀？他6·1他让我就是我们俩就出去，然后他买了那种大奶瓶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跟他抱大奶瓶在大马路上，就装那种大 baby， 跟傻子一样。我觉得别人都看完那么大了，你说我们俩那么高，站在马路上背2个奶瓶子，让你开心嘛啊！哎，你自己这么大个男生叼一个大，就说还是回归童趣嘛，工作那么忙，让他放松一下嘛，让他开心一下。你说他想法是不是特幼稚？也挺好的，就这只不过有点新颖嘛，我没有觉得有多幼稚啊。哦，反正逢节就过啊，对，就是你挺想跟他腻咕在一起的是吧？是。他过节他让我给他送礼物，就是他给我送了以后，我就必须得给他送。你说我平时上班那么忙，他那么多节，我不可能每个节都跑去给他挑礼物。我要是不给他，他就跟我闹脾气，那我不最后也没有让你给我送礼物吗？那是因为我觉得送礼物没有意义，我只希望你有时间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个有意义的事情，您是怎么界定的？就比如说去找工作呀什么，他现在就是他都已经快毕业了。我现在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，怎么出去找工作啊？行吧，这是一个想实实在在的过日子了，另一个还想让我们浪漫着吧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结婚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打算等我毕业了，找到工作稳定下来，我再跟他结婚。大概是多久？2、3年的样子吧。2、3年的样子。对。特别着急结吗？不是特别着急结，他主要他的种种行为，他不知道我妈不同意嘛，他就变得特别颓废，成天喝酒抽烟。他一喝多了以后，就跑到我家去闹事儿啊，又哭又喊，那时候大晚上的，跑到我们家去。我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啊！你不要说是因为我了，行不行？跑到你们家去？对，跑到我们家去，又哭又闹，搞得就左邻右舍都睡不好。在家门口？对，在楼下喊就耍酒疯在门口。我当时就喝多了，我跟他说打个电话，我就说让他下来，还不下来，然后我在楼下就喊他。哦，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那都几点了，别人不休息了是不是？那我说我当时都喝多了吗？几次啊？喝多了就跟至少7、8次。然后我朋友不是看不下去了嘛，然后他就我当时实在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知道你妈不愿意不支持咱俩。那你也不能讲，我朋友看不下去了以后，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就让我去找他，就跟他好好说一下，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，他就在那个饭馆里面，就头也不洗，就一身特别邋遢，胡子也不刮，就坐在那儿，然后抽烟，你知道吗？手还在那抖，就跟有病一样。所有的黑暗的时期啊。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吃饭都特压抑，他抽烟边抽边抖，然后他还说什么，他还给我朋友说什么，我一跟他说分手，他就心疼，然后又呼吸不上来了，就各种病。每次他跟我说分手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心脏特别，感觉跟揪了一样疼。哦，以前谈过恋爱吗？大学上来谈了1次恋爱，就再也没谈过。也是这么谈的？差不多。哦，就轰轰烈烈。那俩人在一起不都应该这样子吗？啊，一波三折。还要撒点娇，闹点脾气，是吧？那都因为我在乎他呀。啊，好。反正我现在跟他在一起特别压抑。
就那种一刻都不想跟他在一块儿待了，就是想分手。我喜欢的是踏实，不是这种特别虚幻、这种缥缈的这种感觉。我就要踏踏实实的，浪漫可以有，不必每天都有，不必那样的特别经常。只是我觉得有个纪念日呀，或者是情人节什么的时候，偶尔浪漫一下挺好的。但那种浪漫多了，我真觉得那不是浪漫，那就是病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今天他要来的。他给我朋友打电话不分，然后又装病，就我之前说那种，各种哭闹，然后又心不舒服了，然后又是要吐了，然后又头晕，又呼吸不上来了，就那种各种燃。作为一个麻醉医师，你怎么看待他这些症状？我觉得他就是有病，太幼稚了，完全不适合我。所以你今天来这儿，实际是通过这个节目要告诉那些朋友，对，你们分手是因为他幼稚。对，何必呢？就因为这次就要上节目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分你分吗？我真的不想跟你分。好，一个坚决要分，一个坚决舍不得，一个说你踏实点吧，一个说浪漫有错吗？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郭导，有点晕是吧？说现在他们怎么都这样，年轻人。我也都能理解，因为我经常写剧本，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分裂的人。我的内心有两个我，一个很像你，一个很像你。但是我这两个我在我自己的心里边承载着，所以弄得我经常觉得自己有点精神分裂。我也跟他好，我也觉得我快得精神分裂了。这个女嘉宾需要的生活是一部温情的生活剧。你一直希望你的人生在演着动画片，所以你们俩的差距确实是很大。你们是男女朋友，还没有结婚，结婚家里也有些反对，然后年龄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我个人劝分手，不管未来是什么样，可以先暂时分一段，彻底真正的分开，你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不是要他。如果你要他，你要做怎么样的改变？你也是一样，真的彻底分开了，如果你突然你有他那种感觉吗？你说我跟他分开了，我心疼。分开了，真的分开了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，你真的觉得你心疼，那你是不是可以陪他一起过动画片呢？那是半年以后的事儿。那么如果你分开了以后，人家没有心疼，你心疼的更加厉害了，你决定永远放弃动画片去过生活剧的话，那你就要改变，你就要去认真的去适应他希望打造的未来的生活的模式，包括他的母亲。如果你要真的是想让他变成你的未来的丈母娘，你怎么可以对人家对你的看法提意见呢？本人当年能娶到岳丽娜也是过了丈母娘这一关的。我太太曾经很严肃的跟我讲，如果我爸爸妈妈不喜欢你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。于是我就在家苦练厨艺，然后剪掉了别人不喜欢的长发。我那会儿以前长发在这儿，身上穿的所有背心都是我手绘的，但是我岳父岳母肯定很明显不是艺术家庭，所以我就剪掉了长发，我得去适应。你是必须要去适应的，所以最后你看我们结婚了，20几年的婚姻，生个孩子都非常的美满幸福，你必须去改变。所以我觉得暂时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分开，认真的冷静。你如果真的是一提要分手，你就心脏什么都不好，你就觉得自己头晕了、恶心了，有的挫折就觉得不行，这是不行的，这一定要跨过这个坎儿。人生要经历过的，将来你自己要承受的，除了爱情以外，还有很多更你过不去的坎儿。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接受不了，那你将来怎么去面对未来的那些年的路呢？更坎坷的道路，你怎么去面对呢？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理去适应这些，去了解这些。我觉得暂时可以分开，然后感情到底有多么深厚，看一看分开以后两个人各自的心里到底是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。那如果说就真的是彻底分开了，但是这1年多你们有这样的回忆，我相信有一个人守在你工作单位门口1个星期，这么样的事儿你肯定也终生难忘。那么也希望你们分开了一辈子都还能做朋友。好，谢谢郭导。张老师，小黄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失过恋，
你那种心疼的感受，我有过体会。但是你们俩这一对恋情得不到我的祝福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会互相折磨。我觉得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，它应该给两个人带来的都是快乐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爱情不是得到，不是占有，不是一厢情愿的，它应该是希望对方好。现在你的爱给他带来的是痛苦，如果你真爱他，你就放手，让他更好的去生活。一致意见是分开啊，涂老师。未经失恋不懂爱情，未经失意不懂人生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女人如果真正爱一个男人，会陪他走过那段幼稚的时期，陪他慢慢成长。虽然这样做极富危险性，但是如果这个女人是真正爱他的话，他会付出，因为这就是爱的代价。但如果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生的话，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成长，让自己更可能的面面俱到的去保护对方。所以说其实你们两个人，我的意见也是根本不适合。我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个女生如果再找了你所谓认为的那种成熟的男性的时候，一定会怀念当初这个男生带给你的热烈。而这个男生如果继续和你相处下去的话，肯定日子也会越来越惨。但是坦率的来说，我挺喜欢他的性格。如果从青春的角度上来说，青春是无处安放的，他必须要燃烧，他倒显得纯粹一点，他爱就爱了，赌就赌了，闹就闹了，因为他毕竟年轻。我想最初你找他的时候也是喜欢他的青春，喜欢他的个子威猛高大，甚至有点幼稚的那种可爱。但是现在你又想要那种成熟的，但是你真正要到成熟的时候，你又会怀念他的青春，所以你会比他过得更加苦恼一些。还是那句话，垃圾是放错位置的人才，在别人那儿他可能是个大宝贝儿，所以你们还是分开寻找适合自己的人。好，谢谢涂老师，谢谢三位老师啊。其实生活本身是挺纯粹的，没有对错，你追求你的那个没错，他追求他的也没错，你明白吗？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欣赏你这一切不都显得特别荒谬吗？我就在想，就是幻觉啊，就他在说他的种种的时候，突然在想，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女孩子，涂老师应该记得吧？每个情人节她都要过，跟你一样。每个情人节她都给男朋友送礼物，也要求男朋友回送她礼物。每个节日也一起过。我在想，如果你要是跟那个女生在一起，你们俩是不是能够特别幸福呢？应该会的。人不对嘛，没有什么对错，姑娘。提醒你啊，谈恋爱一定会失败，就是很少有人说谈一个就一辈子，特别少嘛。就像刚才老师说的一样，把它当成一个人生重要的经历留下来。这个经历的名字叫挫折。我特别希望今天门在打开的时候，你能够像一个男人，青春期的男人那样，有点刚性。你不要我了是吧？那我走。有一天好了，我再来追你。这大概也是老师们所说的，沉下来，先活出自己吧。好了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看看怎么选择，都冷静下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觉得之前做的是我不对，给你造成很大的压力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机会，我会努力变得成熟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，陪我一起走过这段日子。我现在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，因为你说你会改变，我等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变，我也等不了，我再考虑一下吧。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没有。明白了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。听明白了姑娘的意思了吗？听明白了啊。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痛死了也得往前走，不走回头路。记住这话了？记住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
来，请关门。一对有2岁年龄差距，女生比男生大1年多恋爱的情侣，我相信在他们未来生活当中，今天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打点日。过去那一段东西，有可能变成他们共同的一段经历，也有可能变成他们一段共同的财富。他们自己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我们留一些时间给他们去思考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请下载使用天天圈，提出情感问题，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卡。这一对情侣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？女生还是那么坚定，亦或者给男生一个机会？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请开门。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请开门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？